啊呀！烟我都抢了。哎呀，想到我们读书的时候。对。其实我觉得这真的，我当时看着的时候，我觉得，其实王玉最后那一下，其实挺触动我的，不知道为啥，因为我一直在想，我更像里边的谁，我后来发现我更像王玉。王玉是一个很喜欢新闻、很真诚，然后也很愿意付出，同时又很有自己的想法，但做事情你往往发现他就差那么一点儿，很像我最开始讲脱口秀的时候，当时也在学校里上学，没有多少人生阅历，所以说你经常会出很多这种问题，然后在台上会犯很多的错。你也知道你对这个东西有很多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感受，你也对它有很高的审美，但你总是做不到那一下，你总是觉得会差一点。你就是在这样一边犯错，一边又怀疑自己，但是你一边又每天都会坚持去做这件事情。所以说我看到王玉最后那一下那个表情的时候，我就共情到他在整个过程中所展示的那种无助，那种展示的那种无措，但是依然去热爱，依然去每一个都全力以赴的那个样子。我希望将来王玉能够尽快的找到自己的那个成长点，尽快的抓紧时间去把这些阴霾变成自己未来的彩霞吧。我很期待，而且我相信很快，其实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就是这是个比赛。比赛你如果获得好成绩或者没有那么好的成绩，等到你到了真正的职场和人生当中，它都不作数。在主持这个行业，有短板没关系，只要你有长板，找到那个位置。我觉得不管是王玉、子泰，包括朗子，他们在一开始犯的所有的错，那些尴尬就在于他们其实没有找到该属于自己的那个地方。因为比赛就是这样，我们要比一个全能。对。但其实人生拼的就是我哪个专长，我在那里面深耕，在我这个领域我是最好的，那就足以了。所以我特别一直在跟他们讲，我说你们要把这个比赛很认真的比，但是也不要在意，因为其实主持人怎么比，脱口秀怎么比，当然你们只有到了大王以后才可以说脱口秀没法比，主持人只有到了陈明老师、全林老师，当然也到了我们有了足够的资历之后，可以说主持人没法比。他们比的就是你被看到嘛，他们都被看到，我觉得足以了。我也是像鲁豫老师刚才说的那句话，我也认为 offer 不是最终的目的，但是被看到就有希望，有可能。而且我其实刚才看到他们最后的时候，我其实最感动的是每个人去说自己10年之后的那个节目名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不管结果如何，但是大家都找到了自己想要去努力的方向，自己热爱的那个目标，我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。那如果不要想10年以后呢？就此时此刻，你心里特别想做的下一档节目是什么？我说实话，我真的挺想做一个访谈节目的。访谈节目，也是因为来到了 offer 这个节目，然后看到了像鲁豫老师、全林老师，就是在这个节目里面的点评，然后包括他们做的这个课题。我所想的就是去采访一些某些行业里面的年轻人，然后像我自己去体验，或者我跟嘉宾之间的这个互动，跟他的深入这个访谈，能够让他们获取到很多行业的比较全面，然后比较权威的信息。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他们来说很有用的一件事情。这个是会对现在的年轻人们是有帮助的，所以我是有这样的想法。我算年轻人吗？你可以采访我吗？第一期嘉宾，你可以采访我吗？定了吗？定了，定了吗？定了。腾讯的领导。咱们的名字我想好了，叫什么？叫林志大了。林志大了，怎么样？林志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
你刚才其实提到我身边2位，其实，在访谈界对你都有很大的触动。那我心里有个好奇，就在2位都已经是这样功成名就的前辈的人生的现阶段，有没有特别想做的下一个节目？有吗？全林老师有吗？我其实真的有一个我自己想做的节目。我刚入行的时候，刚做访谈，其实是做经济类访谈开始的。那会儿98年、99年，但我其实现在我重新想做一档商业类的访谈，因为我自己干过公司，重新经历过商业世界，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变化之后，重新换一个视角，重新理解就那些企业家他们到底坚持的点在什么地方。哪一刻是他们的至暗时刻？怎么过来的？怎么预判我们未来的世界？就我真的是有这个好奇。Callback 首尾呼应，超越20年前的自己，我已经很期待这个节目了。哇，我也很好奇。腾讯视频的领导，这2个节目可以一起投，一起投。别着急，后边还有好多个节目。还有了啊！那要不听完这一趴呢？听完这一趴，咱们就直接做个招商呢，对不对？集体招商。对呀，节目太多了。卢韵老师有想法吗？我其实一直在做差不多的事情，就一直在访谈。只不过之前可能是有约。那这2年开始有播客。是。今年开始又把那个播客视频化，而且是长视频。就基本上起步是2个小时以上的访谈，因为我越来越发现访谈是需要铺垫的，我没有办法一步到位。在短视频可能很多人看的这个时代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对于我来说，我个人的第1小时的都是属于我的短视频，而我只会做长视频。慢谈，很慢很慢的谈，是很长很长的谈。伊丽静老师的第1期，我们之前在节目上还专门探讨过，就这个时代3、4个小时、4、5个小时的沉浸是非常奢侈的。那还是第1次，我们还是谈的少了。还少了。如果是后来的话，可能我就会更赶。你明白你的底在哪？你明白其实你很怕观众他会不看了，但其实你后来发现其实可以，只要是真诚的、有内容的东西，大家是能够接得住的。因为在我们受的新闻教育里面，包括小贺，我们都是说要呈现托举对方，要把所有的光给到对方，你是要在光之外的。特别是以前我们更年轻的时候，你觉得你还不配被听到，不配讲述自己的故事。那这个时代现在审美都变了之后，而且可能我们到了一定阶段，公众也希望能够听到你分享一些什么，所以慢慢，我才敢说一些话，就这几年才敢说一些话。我不知道全林是有这样的改变，我是这2年才开始有改变。我觉得就是你们现在那个访谈，它不光是碰撞，它就是像2个东西可以互相浸润，就这个浸润就会产生新的东西。就我觉得那是特别漂亮的地方。是的，激发创造那些时刻太美妙了。对，所以我欢迎等着小贺加入啊！好啊！哎呀，都很忙了。谢谢鲁豫老师。陈烨呢？我曾经想，我说我主持的时候都在说话，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开场白不说话？当时的那个开场就是自己给自己设计了一个钢琴的独奏，然后请了很多艺人跳舞，是跟我原来我的这种语言表达既一样又不一样的世界，我非常向往那个，所以我就把它做出来了，而且连做了3年。哇，这个也很宝贵。节目定下好几档了，已经好几档了，这他一整个招商会，2档、3档、4档、5档、6档，大家都分享了，真的专门的招商会可以走一波了。我在想我最想做的节目，你想做啥？当然是 offer 8了，这你们这，哎呀，就说你情商不高。对，大家都把自己的节目做好啊。我安静的等待 offer 8，我觉得不演了，这一季太精彩了，我觉得 offer 8一定，我们到时候继续聚起来。好，那接下来就到了点灯的时候了，点灯，恭喜我们加油团推理成功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百事酷宝为我们点亮本季第7个和第8个渴望灯牌。3、2、1。哦，太帅了！
好嘞，那个颜色为什么不一样？这是我们的叫及格线。哦。第7盏灯亮了之后，往上都属于我们额外的部分。咱就猜错2盏哈。对，我们一共猜错2，哇所以我们不仅过线，而且还额外点亮了1盏。我觉得这也是待会儿咱们可以多要一些福利的一个重要的理由。好了，既然点亮了7盏以上，额外福利会是什么惊喜呢？最后揭晓。哦。好了，接下来是我们这一整季 Offer 7的最后一段 VCR， 最后一段 VCR， 朋友们珍惜最后的观看时光。第3段最后一段 VCR， 一起来看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。哦，又是这个场景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终极面试吧。来吧。从这次整体的表现来讲，我还没有办法看到你给到我足够多的优势和能力去拿到这唯一的 offer。你现在能有什么理由来说服我觉着你可以去拿这个 offer 吗？张希老师也这么直给的吗？你工作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，对，也尝试过各种各样的节目，这回到8个课题也都做了尝试，还没有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方向吗？在今天进入到最终面试的这5个人当中，除了你之外，你认为还有谁有可能会拿到 offer？ 哇，这个提问，面试到这里结束了。你这待了10期的时间，可是你生命中有一部分已经。下面让我们掌声欢迎本季全部实习生及带教入场。接下来是您颁发这个 offer 的时刻，掌声有请舞台。那么这份工作的 offer， 我们打算把它颁发给渴望就可能，心动就发生。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。鸿蒙折叠电脑13英寸便携，18英寸大屏，折展之间体验非凡。你想成为怎样的人？在追逐的梦怎样成真？你带着对未来。上微博搜索令人心动的 offer， 最终节目资讯等你解锁。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话题讨论，选出你看好的主持新生，见证最终 offer 的诞生。上微博带话题令人心动的 offer， 分享出面篇名场面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。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令人心动的 offer， 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。百度一下你就知道，上百度 APP 看百度热搜 ，get 更多热点内容。独家中文百科合作伙伴百度百科。上百度搜索令人心动的 offer， 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。上知乎搜令人心动的 offer， 解锁更多精彩讨论。上前程无忧51 job， 收获心动的 offer。感谢丽丽城传媒。如果你对内容行业感兴趣，欢迎在腾讯校招官网 join.qq.com 投递峨眉派专项，等你来实习。令人心动的 offer 尽在腾讯校招，等你来拿。